你只见的电光是我此生不变的信仰。欢迎来到小陈的人物志频道。每个在 B 站混迹有些年头的用户，大概都很难忘记那个传奇般的数字 AV314。这个 AV 号早已超越了普通视频编号的意义，变成了一种文化密码，一个只有同好才能心领神会的暗号。点开那个视频，最先迎接你的往往不是画面本身，而是一场几乎要溢出屏幕的属于某个时代的集体狂欢。各色弹幕像是不需要钱一样，层层叠叠堆满了每一个像素点。伴随着背景洗脑的鬼畜音乐，大伙发动脑洞，用弹幕营造类似 S-Core 艺术应援。红色的海洋甚至彻底淹没了视频本身，一度让不少观众不得不关闭弹幕才能看清视频的内容。谁还记得当年这个视频到底杀死了多少品牌手机？炮姐赛高超炮永存的呼喊与各色应援词交织在一起，最终甚至用最原始的像素块笨拙而又热情的在屏幕上拼凑出了那个茶发少女的轮廓。这场最初从尼可尼可点燃的火焰，在 B 站烧成了燎原之势。能在 B 站上取得如此空前的热度，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视频的优秀，以及视频中角色受欢迎的程度。如今它依旧是入站必看列表中殿堂级的存在。AV314与其说是在看一个视频，倒不如说是在参与一场仪式，一场为了纪念共同热爱过的那个女孩的仪式。而这场仪式的绝对主角，就是那个被称为炮姐，让自动贩卖机闻风丧胆的少女，电脑配件的唯一指定使用者玉坂美琴。2008年10月，随着 TV 动画《魔法禁书目录》的播出，名为玉坂美琴的少女跳入了观众的视野。见到她的第一眼，不少观众被她的形象吸引了眼球。利落的茶色短发，长盘台中学那身标志性的校服，还有那双总是清澈又坚定的眼神，组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清爽利落自信的少女形象。但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微微扬起嘴角时那份略带男孩子气的洒脱，以及随着动作微微飞扬的裙摆下露出的那抹足以成为二次元里程碑的安全裤。在那个普遍倾向于用些许服务性元素来吸引眼球的年代，二次元几乎是软色情的代名词，裸露肌肤、卖弄性感大行其道。这条安全裤的设计简直是一次无声的宣言，它宣告了这个女孩内心的魅力核心不在于迎合什么，而在于她骨子里那份自信、务实和不拘小节，完美预示了她是一个游离于传统美少女框架之外，充满生命力和独特个性的角色。毕竟有了安全裤，他可以毫不在意的用45度斜角攻击去教训吞币的自动贩卖机。这种暴力维修法和他那条安全裤，让他的形象在众多角色中显得格外清新脱俗。除了给人的外表初印象，在魔镜这样一个有超能力战斗元素的世界里，角色的实力毫无疑问是构成人气的重要因素之一。毕竟角色的实力向来都是硬通货呀。作为学院都市仅有的7名5级超能力者中排名第3的电击师，炮姐毫无疑问是绝对的强者。虽然这个排名是研究价值的排名，而非战斗实力的排名但这也足够说明炮姐的实力究竟有多么的强。只不过她的强大并非简单粗暴的力量堆砌，而是一种充满智慧与美学的展现。她的战斗方式，特别是那招招牌的超电磁炮，把硬币用3倍音速轰出去，带着电光划破空气，那种感觉与其说是暴力，不如说是融合了智慧、速度和精准的华丽演出，充满了独特的属于科学的浪漫。他能随手用铁砂铸成利剑，能召唤天雷，甚至能像黑客一样用电磁波侵入各类系统。这种强大很容易就满足了观众对英雄最直接的想象，帅气、可靠，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但炮姐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她的强大丝毫没有沾染上傲慢，你绝对不会觉得她高高在上难以接近。恰恰相反，她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住在你家隔壁那个成绩不错、略带有些男孩子气息的邻家女孩。邻家女孩谁不喜欢嘛？但她的魅力并非局限于这些直观的东西。当你想要深入理解玉坂美琴时，你就会发现她身上那些充满反差萌的喜好。明明是能轻易操控电磁的强者，私下里却对可爱的瓜太周边毫无抵抗力。不仅书包和手机上都有着瓜太的挂件，就连平角裤之下的 pose 上也是瓜太的图案。
他会因为得到一个稀有的瓜太挂件而开心的像个孩子，他会蹲在扭蛋机旁花光自己所有的零钱，只是为了一个瓜太的徽章，也会因为自动贩卖机吞了自己的钱而理直气壮的对自动贩卖机使用鞭腿，毕竟那可是可以用来抽瓜太的重要货币。会介意朋友们知道自己幼稚的小喜好而去笨拙的尝试掩饰，这些喜好恰恰映射出他性格的核心，一种强大与谦虚、傲娇与真诚的完美融合。这种最纯粹的喜爱与他战斗时飒爽的英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他瞬间从超能力者的神坛回归到了一个普通女生的身份，这就显得他无比真实的可爱。同时他也会像任何一个活泼的女孩子一样，享受和好友一起逛街闲聊的日常时光。这些平凡的喜好就是他性格中的调和剂，让他强大的形象变得丰满接地气，也让观众们看到了他珍惜友情、热爱生活的一面，顺带揭示了炮姐内心保留的会被力量和责任侵蚀的纯真角落。这种强大背后的平凡和一点点小调皮，让身处剧中的他仿佛变得触手可及，而这可爱和真实感在溢出屏幕的瞬间，极大的拉近了角色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而这种强大与平凡的反差，又在他独特的性格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虽然反差萌是很多作品在塑造角色时都会使用的手段，但摆脱标签化，将反差真正融入角色，让角色鲜活起来的并不多，而炮姐就是这其中之一。那么提到标签，就不得不提与反差总是高度捆绑的傲娇了。在傲娇早就退环境的当下，炮姐靠着角色塑造时对傲与娇的平衡掌控，仍然拥有着极高的人气。她的傲不会强势的令人讨厌，娇也不会让她失去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坚强的特质。她的傲娇尤其体现在对上条当妈的态度上，那份用斗嘴和电击来掩饰的关心和羞涩，并非源于傲慢，而是青春期少女笨拙又纯真的情感表达。更重要的是，炮姐的傲娇只是她性格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超炮的主场里，她的这一面展现的远比要在本传中更克制。她的性格主轴更多是飒爽、可靠和担当，这让她的性格避免了被标签化。她的性格底色永远是无比正直和善良的，在她身上你能看到一种古典的英雄气概，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那种为了正义不惜与整个世界为敌的决意。她有着强烈的正义感，见不得欺凌与不公，会为了守护他人毫不犹豫地冲上去。这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义心肠，让她的人格魅力变得更容易吸引观众们的关注。毕竟谁不曾有那么一瞬间期望过有从天而降的萝莉英雄，有从天而降的英雄来帮助自己呢？这些优点的结合，更凸显了炮姐性格中更坚实的内核。一个傲娇系角色一定要有傲的资本。炮姐的傲源于自信和好胜，是一种强大的实力支撑下的坦荡，而非传统傲娇角色那种源于别扭或者害羞的虚张声势。她的能力和自身的正义感给予了她傲的资本，她的娇则是一种笨拙的真诚，是内心柔弱部分不经意间的流露，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做作或是套路。反差之下的小可爱成为了她娇的本色，两者的平衡展现，使得傲娇成为了一种增添魅力的佐料，而非定义她的主菜。在这基础的巨大魅力之后，强调这些特质，让炮姐变得更加真实和记忆犹新，并让炮姐得到升华的是她所经历的残酷试炼，那个将她几乎推向毁灭边缘的绝对能力进化计划。计划背后的真相如同一道惊雷，将她原本相对轻松的校园生活击得粉碎。毕竟这是超能力世界观，没点斗争和血泪怎么行？当炮姐得知自己出于善意接触的 DNA 图谱，她最引以为傲的东西成了复制出2万名妹妹，并导致她们被屠杀的原罪时，这种力量的双刃剑属性让她的强大不再是轻飘飘的炫技，而是背负上了深刻的责任与痛苦。学院都市的等级排名依据是研究价值，而非纯粹的战斗力。这个冰冷的设定更是时刻地提醒着她的能力在高层的眼中不过是一种珍贵的资源。这份突如其来的真相带来的不仅仅是愤怒，更是足以将人摧毁的负罪感与绝望。他过往的一切成就与骄傲，在此刻变成了讽刺和枷锁。这是对他天真世界观的一次彻底粉碎，迫使他直面世界的黑暗。观众看着他独自挣扎，试图独自对抗整个都市学院的黑暗面，甚至一度决心牺牲自己来终结悲剧。这种将一切错误归咎于自己的极端责任感，让人心疼又敬佩。但这段残酷的经历，恰好是他被迫完成的成人礼。他告诉他，世界并非总是光明，善意也可能出现恶果。
更重要的是，在这至暗的时刻，上条当麻的介入，让他第一次真正学会了依赖他人，让他明白了真正的强大不是独自背负所有，而是能够信任并接纳伙伴的帮助。这段经历让他完成了从强大的少女到有担当的守护者的转变。妹妹篇中那份极致的责任感、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对妹妹们深沉的保护欲，让炮姐的深度和层次感达到了新的高度。而这份深度在她与另一位5级能力者狮风操起的复杂关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展。他们的关系远非简单的竞争对手可以概括，更像是光与影的一体两面。狮风操起那控制人心的能力，恰恰是炮姐最直接的力量形态无法应对的。这种对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张力，但更深层次的是他们共同背负的与妹妹们相关的沉重过去，只是两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和生存道路。石凤的算计和冷漠与美琴的直接和热血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在某些时刻，你又能看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语的基于共同伤痛的微妙理解和默契。这种复杂纠葛的女性关系在当时的动漫作品中是相当少见的，它极大地丰富了炮姐所处的世界和她的人格侧面，让她不再是孤立的英雄，而是身处复杂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真实个体。炮姐的影响力和魅力最终穿透了荧幕，让她在 B 站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B 站的名字来源于教主对炮姐的称呼， B 站的等级源于此处。充电投币的互动机制正是她指尖跃动的电光与射出的硬币，甚至 B 站风纪委员的审核制度等等内容都和炮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当年，它就如同是社交货币一般，你可以不认识2233，但你一定听说和看到过这位电击公主的内容。她的形象和名场面曾经是无数二创鬼畜和弹幕狂欢的源泉，这些种种形成了 B 站用户们独特的共同记忆。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最终在人气投票中转化为了实至名归的荣誉。他是世盟中最多次进入决赛的角色，拥有最多的荣誉海报，唯一一位获得4次冠军大赛优胜的角色，唯一的双冠王，唯一的双萌皇，第一位集齐全色项链召唤神龙的角色。这些硬核数据是他全球范围内恐怖人气的铁证。弹幕中刷屏的你指尖跃动的电光是我此生不灭的信仰，不仅是粉丝们最热血的支持，更是对他那种执着、温柔和勇气的最崇高致意。炮姐不仅仅是一个动画角色，它更是一种情怀，一种符号。就像初代萌王木之本樱让一个时代对可爱达成共识一样，炮姐是 B 站与一代宅男宅女们共同成长的最佳见证。她的强大与温柔，傲娇与真诚，至今仍在无数人心中跃动着电光，永不褪色。感谢各位的收看以及免费的点赞和3连支持。那么本期就说到这里，我是小陈，期待与你的再次相遇，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哟。